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里面现金相当多，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吧。今天的主题是大家很关心的，没错，我们每一期做的主题都是让观众朋友受益良多。是，今天比如说像法律常识的啦，对啊，今天要介绍的是，今天是房产的高手啊，来这边集合智慧之巅。有人介绍刘志汉，欢迎。大家好，行长好，乡里好，你好。您是知名演员，今天的主题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那其实因为小弟呢，有一阵子跑去当房仲，我学习类似大概学习了1年房仲相关的事情。有没有潜规则啊？你自己问的噶？没有潜规则，不是因为很多人来买房子看到刘志汉了，对，说啊，我可以成交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会是就是有同事会大家都会跟着，因为有些女同事单独去看房子的话怕有危险，我们大家都会跟着，都会帮忙。是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赖正昌，你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满岭哥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哦，哦，什么书呢？10万到2亿哦，10万到2亿怎么做到的？就是乐透嘛，没有房屋的乐透，买房子不是不可能哦。在10万到2亿，我倒是第一次听到，我朋友之间有几百万做到2亿的。那这个人是怎么样10万到2亿？基本上蛮多学生也会问我这个问题，说老师这是在做黑的吗？这感觉好像是去赌场赌钱一样。其实这个应该说10万到2亿，它是一种过程，对，它不是真的拿10万块就可以变成2亿。因为其实有曾经学生问我说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拿15万给你，我只要2000万就好了，我不要2亿。对，那其实事实上是因为我这10万到2亿，因为我是在6年前才接触到房地产，其实我房地产时间没有很长，6年算晚了呢。所以我是4年的时间，现在拥有15间房。15？对，我现在拥有15间房。那当然，这个过程是说我做了哪些的改变，对，还有我做了哪些的努力。然后有一些条件去吻合，才会达到这样的结果。所以当然不可能10万块就可以买房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而是说我需要哪一些的附加条件，或做哪一些附加的一些事情，才有办法达成这个过程。所以我这个书上面有写，是一个从房产小白一个转型之路。哎，介绍这个才厉害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天后啊，秀慧姐，叫卖天后，不是叫床天后，叫卖天后。哎，秀慧，秀慧姐欢迎，行长好，乡里好，你好。新的豪宅。价值7000多万，新居落成，1毛都没贷款。我去他家孝顺父母，还分2层楼。他是以孝顺有名啊。对，而且他很努力啊。对，他直播做得很勤劳嘛。对，所以我有个愿望是说，我台北有个房子，我桃园有个房子，新竹有个房子，我到处都有房子，我到哪里作秀，我都不用去住饭店，我就可以睡到我自己的房子，那要有多舒服。所以我从小就是立志我要买房子。对，因为我从小读了6所国小。拢是你刚租厝嘛，没钱嘛，那是拿不出来，房东就赶你走，对，叫你搬家。所以我读了6所国小，对，所以呢，有一个窝真的很重要。来介绍张旭南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行长好，乡里好。你好。张旭南，他自我介绍是美国罗福堡大学，英国罗福堡大学，很好的学校，很好的学校。英国。对呀。哎呀，真是开玩笑的呢。练行销的。可是开始研究房地产，对我一路就走媒体啊、行销啊，然后最终就是在企业担任发言人嘛。那这几年看房地产，真的是觉得太可怕了，很可怕。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个名言，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它。如果你打不过房价，你就必须要加入它。怎么加入啊？就是买一间啊，买一间才能跟着房价齐涨。尤其像从去年开始啊，新青安贷款上路之后呢，哇，真的是申请的案件啊，雪片般飞来，这各个行库几乎都收到了非常多的申请案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从去年开始啊，整个房市都非常的热。除了大家知道的首购是青年之外，其实也很多40、50岁的首购哦，因为他其实呢，只要是他名下没有贷款，他没有房贷，没有房子，他就是可以申请。可以买房子，但是打房是永远，因为成本都在往上垫，没错。现在工人找不到，你房价怎么可能跌？不是政府的问题，政府再怎么打，你房价还是要高啊。对啊，成本变高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蒋哥。房产大叔问蒋哥，不然被当韭菜哥。口号讲出来了，西部人了。哎，您拍的影片很受欢迎啊。对啊，对。
就是说，对，我的意思，你的这个拍 TikTok 的影片很短，你怎么去了解你要拍什么？要掌握大家那种窥视感的心理。哦，对，大家一个旁人、第三者的角色，看到这个故事好像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对，然后有一种偷窥感，然后分得上下集，对对，可以打破一些镜头语言。那看你影片多的是首购组。其实看我影片同行多啊，对，同行多，因为我得满满的知识嘛，对啊，所以大概我的 TikTok 里面破100万的影片非常多，对，欢迎5位，欢迎5位。接下来介绍我们2位特别来宾，超人气新闻主播专家沈景阳主播，主播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资深财经主播邓凯明主播你好，主播好，好，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存款争夺赛，请乡里讲规则。这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一个答案是2000元的奖金，5万元要抢完为止哦。来，第1题是由我们沈景阳主播来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买房子呢是人生的重要大事，但我们最怕遇到买房纠纷了。根据地政局的统计，民众最常遇到的9大买房纠纷有哪些呢？请讲答。秀慧，隐瞒，隐瞒不是凶宅这样？对啊。好，隐瞒对或错？正确解答包括隐瞒凶宅、隐瞒海沙屋或者是辐射屋啊。不是，他连他自己住都不知道是海沙屋啊。对，所以不算隐瞒吗？也不知道他是辐射屋。对，只觉得自己身体不好。哦，对。请加2000。玉兰，漏水不用隐瞒吧？你进去看就知道了。有些人就说没有漏水啊，然后后来发现不止一处，还很多处啊。对，装潢的时候挖出来，有的都壁癌了，然后他会用装潢帮你布置的漂漂亮亮，你不知道住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墙壁都漏水，怪的这样。对或错？正确解答，请加2000。2哥，广告不实，东西以次充好啊，假装又要给你 Bosch 洗碗机，就给你另外一个牌子这样子。家具不会有这样吗？对，会，很多都是展示的，还是自己贴，后来走过去一层纸掉下来。对或错？答对，他有些可能会告诉你说是高楼层，但实际上物件可能是低楼层，类似像这样。好，厉害。是。坪数刊载不实啊，坪数刊载不实，对或错？正确解答。有的。来，请加2000。正常哥。延迟开工或交屋。答对。来，请加2000。就会。产权纠纷。一屋多卖。根本买下来才知道有问题。对。来，对或错？正确解答。来，请加2000。厉害哦。就好像哥你付了版税，结果发现因为还有人来要版税。对。原来是到底跟几个人签这样？对。来。服务费的纠纷。那大家对服务费的定义，刚刚讲说，有人是觉得，我以为1%就好啊，然后房仲说没有要2%，甚至有一些可能有要收红包的。对或错？答对。根据现在的规定啊，通常来说买卖双方的时候，这个服务费加起来不得超过6%。那通常呢，卖方的服务费是4%，买方的服务费通常是2%。来，请加2000。2哥。交屋期间跟付款的最后期限双边去违约啦。尤其像我们现在讲新青安嘛，突然贷款原本要8成，2房现在变6成，少2成啊，大家整个的合约交屋期最后交屋期间都会延宕，会影响到，会延宕。对或错？这个感觉跟刚刚前面那个交屋延迟是一样的，算在同一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志涵。这个用我们的行话讲，跳车就是单方面终止买卖契约。单方终止买卖契约，对或错？正确解答。你加2000。单方终止，他不用负法律责任吗？要吧？要，其实他不是负法律责任，就是当进到法院以后，他还是该付的服务费还是要付。对。正常。交屋的内容不符合，譬如说，我可能本来要付游泳池，没有付游泳池。部分，或者说，本来需要可能一些公设的部分会有落差。我觉得这题要算错，因为这跟前面刚刚那个房屋现况的那个答案其实很类似，等于是有点重复了。OK， 好，来秀慧。5、4、3、2、1。
因为也剩最后一个。打仗没有，还2个。那9大。哦，9大的还剩1个，只剩1个了。还有应该是建材的落差啊，建材对，可能当初跟你讲说啊，我这是花岗岩啊，什么岩啊，或者是钢筋混凝土，结果来是石英岩啊，最后可能它没有到达那个规格，那个 level。对，我说正确，没错，加2000。我们总共是9大啦，是的，9大就18000嘛，抢完了。没错，大家抢到了哦。主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解释一下好了，就是过去呢，其实2019年根据2019年资料来显示的话，其实第1名应该是房屋漏水的问题。那这个根据现在的资料看起来呢，其实包括像是有刚刚讲到这个交屋延迟的部分嘛，为什么交屋会延迟呢？主要就是跟钱是比较有关系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要买房子的话，记得还要准备大概20-30万来当做这个杂支费用。好，接下来进行的是我们下面一轮，是由我们的邓主播来举圈握叉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请出题。不想上班怎么请假也是一门艺术哦。根据网友的统计，老板没有办法拒绝的10大请假理由有哪些？你想的？就会有，是我，又是你了。去个屁！因为我失恋了，我心情很不好，心情不好，对，我没有办法上班。失恋请假，对或错？答对，请加2000，可以，这算是人生蛮悲惨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魂不附体的来，老板也希望你赶快回家吧。所以这个理由当他的老板也很悲惨吧？那我应该蛮常可以请假的。可是这个假也不能请太多啊！你每次都说你用这个理由是不行。当假，家里有丧事啊，当假对或错？应该说家中的长辈出状况，各式的。2个，家里的小孩出状况，身体不舒服。我家小孩感冒了，长出水痘啦，肠病毒啦，对或错？答对，请加2000。天灾就是一定没有办法，非请不可，这老板也没办法拒绝吧？还有前2天下雨，我们家刚好淹水啊。对啊，地震，我家那个墙壁快倒，我赶快处理一下，这样对或错？的确，天灾也有，请加2000。正常。遇到法律问题，可能譬如说要打官司，可能要上法院。答对，要跑公家机关，有时候只能利用上班时间，那甚至包括跑银行也是。都算在里面喽，公家机关。请加2000。秀慧，我那个来。我那个女生，我那个来，哇，肚子不舒服，很痛哎。各种身体不适也是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请哦，也是可以请加2000。依然。要去考试或进修啊，考上进哦，怎么可以不准他假呢？答对是有的，但希望你能够进修。但是如果你是去别家公司面试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来请假2000。破万喽2个。好，男生专属的教招，对或错？这个没有在10大里头，只有男生，然后又偶尔这个太可能没有10大，没有在10大，毕竟比例对，因为女生不在乎这个里面嘛，所以人就变少数了。是的，天灾疾病嘛，我忽然得到，譬如说我得到 COVID-19 所以我确诊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去上班。老板应该也是不希望你来公司吧？对或错？这个算在刚刚的身体不适当中。身体不适，正常，很难的哦，难，真的难。请想不到打叉，就会。我在上班的途中出车祸了。意外。车祸了。车祸意外。好，车祸意外，对或错？意外也没有在里面。你没在10大。上班途中我被车撞了，我还一瘸一瘸的。没有10大，在10大里面，没有在10大。没有10大，太没有道理了。没关系，待会我们听听他讲哪10大，好不好？对。来，依然。产假或陪产假对啦，太重要了。答对，这一定有，这个必要的，来请加2000。女性至上，好来，对的，接下来继续，还是旭兰，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别人也不知道，要看，还有什么？倒数 4、3、2、1，好，停。
有这么难？来，我们请刚刚大家讲的旅游，你都说没有在10大，那10大有哪些？来，请说。大家还有2大没有讲到。是的。其实呢，很简单，2大当中其中有一个，我要去结婚，我要度蜜月，老板不能不准假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身心压力很大，我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，你一定要让我休假才行。这2大，那特别讲到的是结婚度蜜月这件事情啊。如果呢结婚之后，可以一个人是有8天的婚假。对。那如果离婚之后又再结婚，婚假还是照准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题呢，由我们的主播还是邓凯明主播来举圈叉了。是的。还有16000哦，加油，请出题。破康玻璃灾。破康玻璃灾。破康玻璃灾。根据内政部最新公布，适用2024年租屋补贴的人有哪些呢？请讲了。起来。单身的。单身的，对或错？答对，请加2000。该我吗？是。那个受家暴，或是受性侵的，有特别补贴。答对。这一题呢，其中是包括社会弱势，包含了身心障碍，包括可能是受性侵的受害者或家暴的受害者，这都符合在租屋补贴当中提供的优惠。这个我刚好在这个做中介的时候有服务到，是原住民可以补助。原住民，对，原住民可以补助，对或错？答对，是的，请加2000。中低收入户，中低收入户，他收入户可能低于每个县市的一个标准，对或错？经济弱势中低收入户有，也有的，请加2000。所以我也可以去申请哦。你呀，拜托啊！新婚夫妇，新婚族有，也可以。请加2000。依然。夫妻育有那种未成年子女的，18岁以下吗？对，因为你刚这样，我想说也是啊，baby 也算哦。刚成立家庭生了小孩，对，刚生小孩，育儿族也有补贴，有的。请加2000。其实政府有这么多好政策，我们不讲都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大家只会骂政府，对，哪像我们这样赞扬政府？对，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知道政府怎么帮忙我们哦。是，也不能忽略这些好处了啊。对的。来讲个。有重大传染疾病，先天或后天的传染疾病，对，先天免疫缺乏或是后天的免疫疾病，对，这些都可以算是。这一题应该也算给你对，因为呢，它也算是在社会弱势里头，不过他刚讲的也算是可以的。是的，来，请加2000。赞，这最后一个名额了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是不是家里面只有老年人补助老人，单身的老人呐？对，对我错。没有啊！对老人这么不好，我们好可怜哦。怎么办？对啊。灾民，他可能受灾户。对，受灾户，灾民对或错？答对，灾民是有的，请加2000。你们把5万都领完喽。是的。主播还有补充的吗？好，今年比较特别，就是今年的补贴有把年龄层往下放，放到18岁就可以补贴，代表说你现在如果是大一新生的学生，你去学校读书，然后在外面租房子，你就可以去申请租屋补贴，而且呢也不用担心房东不给你去报，直接去报租屋补贴就可以，不用拿房东的资料。哇，对，可是这样子可以补助多少钱呐？这样补助的话，其实是有按分级不同，在各县市有不同的级别。对。那如果像刚刚像你家中有小孩，那你有1个小孩、2个小孩、3个小孩，级别不同，最大级别是有3个小的话，你可以拿到1.8倍的补助。哇，我们都不知道哎。你要看我们节目才有这些知识哦。那有时候不领白不领的，你会漏掉，他也不会叫你领。待会见喽，先去申请啊。那我像保险公司也不会主动来跟你讲，你如果不去找的话，你要记住你的权益呀，各位。好，来这个5万块都领完了，我们奖金报一下了。好，目前志汉8000，正昌8000，秀慧姐1万，旭兰16000，蒋哥8000。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
赢者全拿。Sandra， 这个我们要讲解也跟上回的规则是不一样的。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，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了。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，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，赢者全拿。对，不影响你们现在账上的奖金。是的，只是越加越多呀。总共进行第3轮啊。第1轮请出题。新家日出美角多。在入住新家时，记得要做哪件事情 ？A. 煮个汤圆 ；B. 入门前要敲敲门。好，请作答。没搞错嘴啊！好，就会都汤。煮圆啊，嘿，一个团圆。哦，哎，有规定讲几点会嘛？当然是套中会到12点嘛。对啊，我看风水有时候你若搬入去了几点开始要点火啊？对啊，12点嘛，那树一定要开刀，水要放好牢，对啊，就是这样生生不息。很多的仪式啊，习俗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有入门敲门呢？那住饭店才住饭店才是。我来帮大家闪一下。你是买到鬼屋是不是？入门敲门，因为我入住新家的时候，我老婆就是没有在煮汤圆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每次到饭店就一定会敲门，避免里面有没有人。会不会宗教不一样？哦，有听过拿锤子敲4个角啊？有时候基督教、天主教要抹油，对，就是抹油抹在那个门上。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宗教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讲的是一般习俗，煮汤圆嘛，一定就要煮汤圆嘛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煮个汤圆。我们搬进一个新家的时候呢，有个重要环节哦。你搬进去的第1天要用你的炉火，你厨房里面的炉火来煮一锅甜汤啦，或是甜茶，或是汤圆。那分给家人，还有来参加你入住仪式的亲朋好友。那有什么意涵呢？就代表大家团圆、安居乐业。那往后生活事业都很圆满哦。那入住前敲敲门，是在外面住饭店的时候，提醒一下。啊，我来了哈。对呀。哎，请到旁边休息一下，要敲门了哈。来，请教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住新家想要风水好又招财，可以在客厅的财位放什么植物有助于招财 ？A. 常春藤 B. 仙人掌。请作答。通通放常春藤。仙人掌有点带刺。仙人掌是用来防小人的，防小人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风水里面应该没有仙人掌这个植物吧？有小盆栽有了，有小小的一个。然后就会一说他不放仙人掌，一放他朋友都没有了。身边有多小人？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常春藤呢，它的枝蔓呢细弱而且柔软，而且它要有气才可以生根哦，而且还可以攀在其他物体上。那还有什么寓意呢？就是发财吉祥，而且家人的活力你还可以这样攀嘛，活力常在，而且对客厅的风水很有利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种什么呢？龟背玉啊、黄金葛啊、发财树也都可以招财。而仙人掌呢，其他的寓意除防小人之外，它其实表示安宁、安静、静止、平和。我看很多人在书桌上面念书的时候放一盆小盆栽仙人掌，可能就是有点让你安宁、平和、好好读书、专心念书啊。对，请加4000、8000块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地震来了，好可怕！新闻会用地牛翻身来形容地震，而在北美洲的美国人会用什么动物来形容地震 ？A. 乌龟 B. 熊。请作答。你作答。好，只有一个人选择是乌龟了，既然。因为我觉得乌龟本来就是平平稳稳，觉得它应该没事，可是它一翻身，它可能就翻了。熊我只记得拿来形容经济熊市啊、牛市。蒋哥，北美洲有乌龟吗？有吧？有，应该有，因为熊市大地震嘛。
各个地方都有啊。对，我们也是讲熊市大地震，也都是这样形容。对，小时候因为熊不是会冬眠嘛，它醒来的时候就是动一下这样，会很活跃，所以我们用牛，他们用熊。好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乌龟。其实呢，我们台湾人呢说地牛翻身哦，这是台湾人限定的用法哦，在各国有各种不同五花八门的说法。像日本呢说鲶鱼，那泰国说大象，那北美洲就是说乌龟。那事实上呢，早在汉人来台之前呢，原住民的文化中早就有很多地震传说，像是邹族跟布农族的传说提到地震是来自螃蟹跟蛇打架。那阿美族呢也有地震猪这个说法。哦，好可爱哦，每个人说法不一样，代号对。来，请加1000。总共9000灌入旭然的账号，16000加9000。哇！来，请回来。这只是第1轮而已啊！哈。来，接下来进行第2轮，那请出题。最近台湾2大外送平台合并后，即将推出什么样的政策让外送员特别开心 ？A. 强制给小费 ，B. 不送上楼。请作答。强制给小费，那就开心了。不送上楼会开心吗？蛮开心的，少跑一趟，车停在旁边还不会怕被拖掉。这2样比较起来，不送上楼。不送上楼，就是因为我送上楼，我是要耽误很多时间。尤其大家在订餐的时候，譬如说企业，很多人在中午吃饭时间上下楼，我光等那个电梯，我就少接多少单。对，再加上我的车可能停在外面，没错，会有被拖掉或开罚单的问题。那不送上楼要怎么拿到手？他直接放在管理中心前面会有个桌子。哦，对，领取。这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，不送上楼，大家都知道嘛。最近呢 ，Uber Eats 呢宣布以9.1亿美元，大概是新台币308亿元呢，直接并购 Foodpanda 在台湾的外送事，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台湾呢 ，Uber Eats 的市占率呢已经是100%了。那对大家来说呢，合并这件事情，除了有可能外送费那些价格调涨之外呢，服务这件事情也可能会有差别哦。因为 Uber Eats 呢，去年9月就已经宣布不用再送上楼了，但 Foodpanda 本来还有，所以 Foodpanda 会不会跟进不送上楼呢？这个还需要探讨一下。而台湾呢，在台湾没有什么小费的文化，所以给小费这件事情还是不强制。对呀，你喜欢的话，他送完之后，你喜欢加个20-30元。308亿啊，很多啊。请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小巧精美的房屋标的，现在是民众的热爱。请问，民众在选购小型住宅时，装潢最在意的是什么 ？A. 价格 B. 风格。2格到底是哪一格？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哦，就会选风格哦。因为现在的年轻族在买房子，一般他都会去看样品屋。对啊。这样品屋是我喜欢的。它是装潢我超爱的，我就下手买。因为价格在一开始他买小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，他就是要总价低嘛，他就已经低了啊。那接下来可能就追求的是风格。选择 A 的正常。我觉得还是价格为优先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风格的部分真的是要看个人。正确答案是。B 风格，根据呢内政部统计，2023年台湾建物买卖移转的平均面积有首次跌破30坪，那所以现在达到历史新低的29.7坪。那也因为房价飙涨啊，买房的公设比越来越重了，所以呢民众就会买比较小的住宅，然后适应有限的预算嘛。那装潢上面呢，其实大家非常 care 就是要风格。现在流行什么呢？日式无印风，跟北欧风，因为视觉上比较舒适，颜色很统一，然后感觉比较不会这么闷嘛。那接下来他们才 care 价格。这是网友调查里面第一。是的。哇，现在你看公设都是从35起的，33到36嘛，真的吓人了。对，还有40的，40台湾都在买公设。那40可能是它的服务，就是类似像饭店式服务的那一种，那个就会到40。哎，请到休息。请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遇到恶邻居真的好痛苦，请问举报邻居在深夜大吵大闹，
最多可让他被罚多少罚锾 ？A. 6000元 B. 3600元。请作答。要罚多少啊？哦，志翰，你说罚6000哦？我记得啦，印象里面记得就是你常常吵到邻居哦。那个好像这个噪音防治法里面开罚好像就是6000，我的记忆了，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正确答案是 A6000。那根据呢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如果晚上觉得很吵，被大家吵到妨害安宁这样的行为的话，警察来开单，最高新台币6000元。那如果住在公寓大厦里面啊，对于制造噪音的住户，你可以先请你的管委会啊，可以帮忙你处理。对，如果之后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改善的时候呢，那每次叫警察也不是办法嘛，那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报请你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单位，那主管机关单位呢就会处这个制造来源的这户人家3000到1万，而且要限期改善。如果不改善，我就继续罚，连续开罚。请加1000。6000，请灌到刘志翰的账户，其他请回来进行第3轮。是。现在奖金呢，还是暂时以2万5的这个张锡兰领先了。第3轮还有机会翻身哦，请出题。新青安贷款让民众可贷金额提高到1000万元，请问申请条件主要为下列何者 ？A. 年满20岁 B. 名下无房。好，请作答。好，通通选了名下无房。对啊，这边是房产高手哎。对，正常。好，基本上应该是新青安申请的部分，就当然是名下不能有房子了，你才能申请新青安。如果名下有房子，那就不算是新青安贷款了。对，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名下无房。新青安这个贷款呢，申请资格年满18岁就可以申请哦，但是借款人跟你的配偶还有你未成年子女名下都不可以自有住宅。那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换屋族呢也可以适用这样的房贷，但是你必须先卖后买才符合资格。可是说真的，这样换屋族就会面临到你无房可租，或是你中间租屋的问题。所以有个好方法，你可以跟你的买家协商，售后跟他回租一段时间，这样你就不用搬家2次啦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他这个人先继承了房子，他是继承的，他买了第1栋房子算新青安吗？还是他已经有房子？不行，他继承不算有房子，不行，就是要完全没有房子。继承如果是共有在一定面积以下的话，它不算是你有房子。比如说我们3个人继承一间房子，我们是持分又在一定面积以下的话，对，那就不计入。大概多少面积？好像是20平方公尺吧。小的。对，所以还没继承之前，他就必须先去买房子，才会符合这个嘛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法律不打继承的嘛。对了，对呀，而且我取得第1的房子，并不是因为买卖。对，而且是继承本来就有缴税了。对啊。来加5000。下面题请出题。今年5月，6都房市热到爆，高雄房屋年增量高达45%。请问，造成房市买气爆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台股创新高 B. 台商回流。请作答。有不同意见哦。对。刘志翰选择是台股创新高，是因为台商回流已经回流好多年了，从疫情的时候开始。对，但是台股最近屡创新高，对，应该我想是台股的原因。好，选择 B 的来讲个，台股是带动全台湾呐，全台湾都会热。那高雄会特别热，就是因为台商回来要买厂房、买厂办，而且要5年之前台商的资金管控嘛，比如说3000亿要进来台湾，可以解封买不动产了。现在台上没有资金已经都要回来，把它造成台湾股票、房市都好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台股创新高。今年5月呢，6都买卖移转栋数呢，比起4月来呈现双位数的成长，而高雄市的交易量呢，最多呢年增47.3%，连台南市啊、台中市双都刷新县市合并14年以来的5月同期新高。那主要原因是今年上半年台股再创新高。
所以市场上面游资充沛啊，流动的资金充沛，而且科技业呢又受到 AI 产业蓬勃发展，整个带动了。其实这两连带关系，就是台上回来的时候资金多才会在玩股票嘛。对啊，又碰到疫情期间，大家只能玩股票，就越玩就越高嘛。对。但是大家常常讲一句话，有人常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这股票那大家都赚谁赔啊？”对啊，谁赔啊？现在大家都赚嘛，谁赔？就接在手上的。不知道谁是刀子，不知道。韭菜们赔啊！对，还不知道啊。对，来，请加，请两位请到黄金，谢谢。谢谢。请加3000。我刚又被你说服了，可是我以为我是错的。好，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听过白领和蓝领阶级，但现在出现了新的绿领阶级，请问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人 ？A. 永续相关的工作 ，B. 园艺相关的工作，请作答。3个都选永续相关的工作，因为园艺相关的工作很早以前就有了。对，那既然是讲的是新名词的话，指的就是做永续啦、ESG 相关的。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些永续的规划师啊，都是有证照的。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永续相关的工作，所谓的绿领呢 ，green collar 就是指绿色工作的专业人员。广义来说，各个产业跟职业中，只要你跟环境永续啦，或是绿色经济相关的人才，对，都可以叫做绿领人才。那最近大家知道嘛，环境永续议题一直都受到全球的关注，所以也带动了大家对绿领人才的需求增加喽。所以电子科技产业叫皮衣，对，皮衣吗？皮领有这个吗？黄仁勋不是因为他吗？对，以后那种叫皮衣皮领人才，皮衣人才。请加3000。11000，下面一题请出题。根据美国财经杂志《全球金融》2024年全球100大富有国家或地区，亚洲排名第1的是哪里 ？A. 澳门 B. 台湾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很难选吗？他特别爱台湾，所以才选择台湾。但是澳门，哇，澳门真是每天日进斗金啊！对，赌场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无论是赌博也好，洗钱也好，不是，对不对？太快了吧？各方面。他钱的收入真的很多，所以你会选择澳门对啊？是我选择澳门，是因为他那边真的经济钱水比较活。对，钱比较活，无论是哪方面的。对。那你选择台湾，因为最近其实股票这样也蛮有钱的。因为我们台湾有护国神山呐。道理呢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澳门，那它的指标这次来调查有几个东西，看你的国内生产毛额，看你的人均 GDP， 看你的 GDP 成长率，然后呢也看你考量通膨之后的人均购买力，然后还看看你的社会服务协助，包括医疗、教育、安全住屋这些获得的容不容易，这些指标呢作为评比，所以列出2024年前100名最富有的国家跟地区，前5名分别是卢森堡、澳门、爱尔兰、新加坡跟卡达，那我们台湾也不差，我们是排名第14，我们超越15名的香港、30名的南韩，还有36名的日本。台湾是不要，台湾要搞赌场不得了我们就这么不会那么多钱流到外面去嘛？对呀，就自己留到自己。之前不是说想在哪边，然后一直没有过，金门也没过，澎湖也没过，对，有人还最早还用到花莲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想回去苗栗选，然后弄了这是你的心愿是吧？开赌场啊！哎呀，苗栗不好吧，乡亲们。对，苗栗国。对，是因为一开我们的经济繁荣，加上护国神山。对，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开赌场就会乱？对呀，那些科技工程师也不会在抖内了，有钱就去赌了。来，请到旁边。好，加2000，累积到13000喽。下面请出题。下列哪一位历史知名的武将其实是理财高手？除了擅长打仗，还很会投资房地产。A. 韩信 B. 岳飞。请作答。你太酷了。
啊？韩信是很有组织，麻将是他发明的。哦，是啊。对呀，他因为让士兵能够闲暇之余可以玩，所以就发明了麻将给他们。那岳飞不就是忙着精忠报国吗？对啊，他哪有时间房地产，每天跑来跑去。它移动性比较大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是因为跑来跑去，所以土地看得多啊。这都是当然不是，因为韩信的个性比较柔软嘛，所以他在理财一定就会有所伸缩嘛。那岳飞那一种将在前，军力有所不受的那种个性太硬了，没办法。可是他很孝顺，可能妈妈帮他理财啊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岳母才对，不是岳飞啊。精忠报国，多买房地产啊！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岳飞。其实呢，靖康之变以后呢，北宋的政府倒台了，那中原呢顿时就陷入了战争的动荡。那乱世呢给了岳飞一个精忠报国的机会，但另外呢也让他有一个筹措军粮的好方法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在江西其实拥有2000多亩的土地哦，他把其中大部分的田地呢直接租给佃农，那每年呢就能收租粮了上万斗。那另外一部分呢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呢，他很聪明哦，给建商对外出租，所以呢，房地产呢成为他赚钱的金牌产业。对啊，以前就有 BOT 了，你看到吗？真的外包啊！请回来，我们宣布3轮比赛后的奖金，这13000你们没办法拿走，我们就纳回国库了哈。好的，来，请宣布。志翰14000，郑超8000，慧慧姐1万，旭兰25000，蒋哥8000。哎，旭兰是25000成为冠军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哎，恭喜有25000，旭兰哎成为今天的冠军，请插卡，金库会打开，请打开金库看看里面有25000是您的奖金，但必须先经过2个密码提示，请看。2个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2画的超级房仲业务，或是总笔画36画喜欢男友的房子。超级房仲业务可能比较多那个成语是口若悬河，对啊，很会讲啊，对的，滔滔不绝呀，赞不绝口，有完没完啊？对啊，那喜欢男友的房子呢，顺理成章哦，名正言顺，对不对？爱才有道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哦，取之有道，取之有道。你想要哪一个题目？超级房仲好了，因为你是超级房仲，可能比较常用到这些成语吧。OK， 请锁定超级房仲业务。喜欢男友的房子里面选是哪4个字成语？请看。哎呦，爱屋及乌太简单了，错。这个你不选，这个你不选，你看爱屋及乌，爱男朋友的屋子，也爱他的鸟啊，不是爱他的屋，但这是不就是鸟的意思？不是，他有养鸟啊。OK， 养一只乌鸦是吗？对，乌鸦。OK， 所以这个没有选，你实在很可惜。好，不用后悔了，请拿起笔来。超级房仲业务，请出题。舌灿莲花。来，计时开始，这个也不难嘛。对呀。必须把这个房子所有的缺点都讲成优点。对呀，你不想买的就讲什么要买，那必须要看舌灿莲花了。话术。对，话术。写错怎么办？好，清楚再写。没有，不是，好，清楚。是这个。好，继续，先继续写完好了。不是那个错。没关系，待会再回来看。因为你有时间性，不能犹豫。蛮漂亮。对。清楚。好，赶快确定。可是我这个没关系，先确定。你还有时间改，几秒？50秒。哦，剩10秒。你想改这个字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改这个数字。没关系，你待会还要10秒啊。你先看看你的密码对不对？06161508。对或错？错的。他也不管他对错，他认为是错的，他一直要再去改那个灿，没关系，你还有10秒钟可以改，想清楚再改。计时准备好了，计时开始。
时间也到了。是。灿折灿莲花，刚刚有笔画不一样吗？有，多了一画。来，请说。06171508。06171508，对或错？好，那可能是错。你觉得哪个是错？莲花的莲的错部。那我说灿错，你相不相信？灿是什么部啊？灿不就这个灿，灿烂的灿啊？不是，不是，请看正确解答。哎呀，火嘞？没有那个旁边的，没有火，没有火，这是教育部改的。哦，改了不通知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最新的所以正确是06131508，所以你是灿，你灿多的那个火嘛？对，减掉4画就是对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火拿掉。真的，你就对了，所以你一直停留在那个灿，再给你200秒，你还是会写那个火。真的，我也写不出这个字。所以教育部在改，要通知大家，再通知一下。来，谢谢，拜拜。好的，蓝金库。对，谢谢，那我们往回走了。可惜，爱屋及乌多好啊。对啊，那个就不会错了。哎呀，可惜啦。哎，有时候是教育部改，说实在，我们也没在念书，怎么知道？对，今天知道了。来，谢谢各位，希望大家在房仲的生意上面或买房子越买越多了哈。好，谢谢瓜哥。但是也是相信要奉劝年轻人啊，还是不要说用躺平族这种观念，好像对啊，还是有钱的。第一个，大家有钱年轻，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嘛，都想买表买车啊。对。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奢侈品，应该先买房，有小房再换这个大房。你立马想那玩嘛？先安居在乐业，对，积沙成塔了哈。祝福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郑章，谢谢，刚演那条鱼，谢谢，阿娘来找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